这是奥特系列中光之国圣物奥特之中的首次亮相，同时也是早期奥特六兄弟合体的经典场景。这天，人类正在进行导弹实验，为了避免放射性物质污染地球，他们将实验地点选在莫罗星。突然，怪兽莫鲁罗亚从沉眠中苏醒，看见自己的母星被毁。莫鲁罗亚瞬间大发雷霆，他立马率领宇宙飞蛾朝地球发起进攻，并喷出强酸破坏着城市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时间来到清晨，莫鲁罗亚并没有打算停手，而赛特队已经驾驶战机赶到现场，他们发射子弹打得怪兽火光四起。不料莫鲁罗亚使用强酸腐蚀了战机，队员们纷纷跳伞逃生。接着又是一掌打落了另一架战机。光太郎见此情景，当即拿出奥特臂章变身泰罗奥特曼，然后趴在地上高速飞行救下了队友。接着泰罗抱起身边的怪兽，把他转得头晕目眩，并一脚把怪兽踹飞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地面上的队员们开始协助泰罗，他们火力全开，打得怪兽惨叫连连。被激怒的莫鲁罗亚嘴里喷出强酸，泰罗迅速躲避。突然，莫鲁罗亚震动尾巴，全身的毛孔立刻燃起烈火。随后一阵黑色烟雾扩散，让泰罗迷失了方向。莫鲁罗亚趁机喷出强酸，被射中的泰罗右臂开始腐蚀，表情极为痛苦。莫鲁罗亚乘胜追击，很快便把泰罗打成重伤，胸前的计时器疯狂闪烁。泰罗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原地变回人间体光太郎。眼下莫鲁罗亚已经没有对手，他释放的黑雾不仅笼罩了日本，就连整个地球都遭受波及。另一边，身受重伤的光太郎躺在地上，这时一道光芒射向光太郎，奥特之母的声音将他从昏迷中唤醒。奥特之母鼓励光太郎不要气馁，因为现在只有光太郎才能拯救被黑暗笼罩的地球，但要把地球拯救出来，秘密就在奥特星球。光太郎得知情况后，拿出奥特勋章变身泰罗，接着通过彩虹隧道冲破层层黑雾，飞向自己的故乡奥特之星。刚进门，泰罗小时候收养过的小狗就出来热情迎接他。奥特之星内，泰罗看到了自己读过书的小学，和哥哥们一起玩过的游乐场，以及夏日的游泳池，泰罗无比怀念。就在这时，佐菲发出奥特签名，泰罗跟随指引来到现场，看见许久未见的哥哥们，泰罗泪流满面。他走向前去，和哥哥们纵情拥抱，眼中写满了思念。众奥寒暄完毕后，佐菲向他们讲述了光之国的历史。在3万年前，光之国的太阳发生了爆炸，无数人因为失去光芒而死去。最后，光之国的科学家们制造了等离子火花塔，才解决危机。可是不久后，安培拉星人率领怪兽大军来侵略光之国，奥特之父率领大家奋起反抗，赶走了安培拉星人。在战斗中，奥父意外结识玛丽，两奥一见钟情。为了纪念这次胜利，光之国建造了捍卫和平的奥特之钟。现如今泰罗想要拯救地球，就必须借助奥特之钟的力量。只见6奥盘旋在上空，合力使用技能削弱了火焰，最后奥特兄弟融进泰罗体内，完成了6重合体。在哥哥们的帮助下，泰罗高速旋转，穿过熊熊烈火，来到存放奥特之钟的位置。泰罗不敢懈怠，他立马带着奥特之钟赶往地球，并分离体内的奥特兄弟一起拉钟加速前行。与此同时，莫鲁罗亚再度现身，他嘴里喷出一股强酸，下面的工人躲闪不及，直接被腐蚀，现场只剩下安全帽。南原看见这一幕，吓得连忙后退，赶紧请求支援。很快赛特队赶到现场，上野为了消灭这头怪兽，决定以身试险。他带着极具杀伤力的炸药从天而降，准备将怪兽炸死。另一边，奥特兄弟终于来到地球，泰罗拉动奥特之钟，响彻整个太空。数分钟后，笼罩地球的黑暗被钟声驱逐，孩子们跑出屋外，兴奋的手舞足蹈。此时上野已经安放好炸弹，准备跳伞离开，却不小心挂在怪兽脖子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泰罗及时赶到，接住了上野，将他抛到安全的地方，成功救下上野。得救的上野不禁高呼：“谢谢你，泰罗！”泰罗点头回应，随后朝怪兽的要害拳打脚踢，并使用过肩摔把他撂倒在地。莫鲁罗亚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泰罗跑过去将他举向空中，接着扔飞出去。故事的结尾，怪兽被上野安放的炸弹消灭，而泰罗和5位哥哥做完告别后便返回了地球。